普京出兵相救后，托卡耶夫称不会屈服于俄罗斯脚下，这见证了国际政治的残酷。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贤少。近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接受俄罗斯24小时新闻台记者安德烈·孔德拉索夫的采访时表示，不存在俄罗斯在1月事件中拯救哈萨克斯坦的说法。托卡耶夫强调，有些人歪曲了整个事件，说俄罗斯今年1月份拯救了哈萨克斯坦，现在哈萨克斯坦应该永远服务于俄罗斯，屈服于俄罗斯的脚下。我认为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远离了现实。被俄罗斯看成是自家后院的哈萨克斯坦，今年1月份曾经爆发过一场被普京称之为颜色革命的动乱。庆幸的是，俄罗斯的反应敏捷，果断出兵帮助哈萨克斯坦稳住了局势。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成员国一共向哈萨克斯坦派遣了不到4000人的维和部队，其中俄罗斯就派出了3000名军人。但是在哈萨克斯坦结束动乱之后，托卡耶夫总统就否认发生过颜色革命。在哈国动乱平息近半年后，托卡耶夫便推动了一次涉及领域颇多、改动内容颇大，甚至牵涉到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宪法改革，共有798万人参加了公投，其中有616万人同意修改宪法。新的宪法修正案立即生效，完全掌控国内局势的托卡耶夫表明了自己推动改革锐意进取的态度。自此，我们也能看出哈萨克斯坦这场因为能源价格上涨而导致的颜色革命的本质，更可能是由政坛的内部争斗引起的，并且在外国的非政府组织的推波助澜下发生的。在俄罗斯人看来，如果没有俄罗斯军队的帮助，哈萨克斯坦可能还要混乱很长时间，甚至可能会出现颜色革命。所以是普京拯救了托卡耶夫。哈萨克斯坦原本就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其外交政策应该以俄罗斯优先。那么托卡耶夫为什么极力否认俄罗斯拯救了哈萨克斯坦，也反对哈萨克斯坦要屈服于俄罗斯的说法呢？首先，吉安组织是一个安全组织，哈萨克斯坦有权要求俄罗斯等国帮助，而不必对俄罗斯感恩。以俄罗斯主导的吉安组织，其成员国一旦发生疑似境外势力发起的颜色革命事件，就有权要求吉安组织出兵。这原本就是哈萨克斯坦该有的权利，也是俄罗斯该尽的义务。如果俄罗斯把对吉安组织成员国的帮助当成是施舍，那么又如何获得其他成员国的尊重呢？其次，托卡耶夫在已经完全掌控国家的背景下，必须为哈萨克斯坦的利益服务，而不是服务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现在的政局已经稳定，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该国以中国和欧洲发展能源贸易更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最近，俄罗斯为了施压欧盟，找了个理由就中断了哈萨克斯坦过境俄罗斯港口对欧洲的石油出口，这种做法本身就不道德。所以托卡耶夫唯一能做的就是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管道出口的依赖，以维持其国家利益。这一点无可厚非。最后，俄乌冲突让俄罗斯对中亚地区的掌控能力衰落，哈萨克斯坦必然会更加自主。如果俄军在乌克兰速战速决，中亚国家对俄罗斯的态度肯定会更加顺从。现在俄军连乌克兰都难以快速拿下，其常规作战力量显然已经无法威慑到中亚国家了。所以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都会重新思考外交政策的方向。普京反对了20年的中吉乌铁路明年开建，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整体来看，托卡耶夫说的话听起来好像不知道感恩，其实是在维护哈萨克斯坦自己的利益。中亚国家在未来需要防范颜色革命，但是更需要发展经济，为此他只能看向欧洲和中国。在俄罗斯被西方集体制裁的背景下，哈萨克斯坦肯定会权衡俄罗斯、中国、美国和欧洲等各方面的利益，最终为自己国家的发展谋求更好的出路。在这些道路中，完全屈服于俄罗斯是不明智的行为，而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则是俄罗斯最容易接受的，也是对
哈萨克斯坦今后的发展最有利的。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